若上山将军支撑不住，陛下准备怎么办？海棠在此时缓缓转过身来，平静问道。北齐皇帝微微一笑，应道：“根本没有思考。倾举国之力，与之一战。这天下终究是朕的天下，便要欲碎，也要碎在朕的手里。朕可从来没有认输的念头。”海棠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望着宫外，望着南方，双手轻轻合十。东夷城控制的疆土，宋国与小梁国的交界处，被海风吹拂着的土地，拥有比上京城和京都更温暖潮湿的天气。山野间的树木依然保留着难得的青色，谁能知道越过面前的山梁，行过宋国的土地，穿越那座偏小的州城，便会来到一片肃杀肃雪之地。那片肃雪之地正是南庆发兵之源，北齐溃退之后固守，无数人厮杀殒命之地。孤军叛离南庆朝廷，在人世间沉默了1年有余的庆国大皇子，此时便在这温暖如春的山野间，目光直视天穹，想象着那片肃杀的风雪。他的身后是1万余名忠心效命的部属，在山野上方有一道黑线，那是范闲交给他的4000黑旗。然则金戈统领着这些黑旗，似乎并不怎么肯听他的话。如果不是王13郎回到了东夷城，给金戈带去了范闲的亲笔军令。大皇子收回了目光，看了一眼身旁的王13郎，英武的面容上没有丝毫情绪的反应。他此时所统领的军队人数虽然不多，然而却是东夷城以以为平的最强大的一支力量。如果加入到此时两国间的战场上，尤其是从上山虎去年便妙手夺得的宋国州城中杀出去，只怕会带来令天下震惊的战果。然而范闲并没有要求或者请求他这样做，范闲只是将自己所有的力量全部交给了自己的大哥，然后通过王13郎的嘴，将自己对天下局势的判断分析讲给了他听，然后便再也没有任何话。大皇子轻踢马腹，一脸沉默地领着1万余名精锐军士向着西北方向驶去。瞬息之间，山野上方那4000名黑旗也开始携着永久不变的肃杀与幽冥气息起拔。马上沉默的他很清楚为什么范闲没有任何具体的话给自己，因为他和范闲一样，他们虽然都有东夷城的血统，但毕竟是庆人。这14000名强大的精锐力量，绝大部分也都是庆人。如果南庆正在北伐，难道自己这些庆人却要背叛朝廷，反戈一击？只怕谁也做不出这种事情。虽然这些人都是被流放了的人物，对于皇帝陛下也谈不上什么忠诚，然而背军与叛国终究是两种概念。然而东夷城方向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庆帝一鼓作气地将北齐打散，因为若那样的话，东夷城自然便是强大庆军的第2个目标。如今的东夷城名义上已经归属大庆，但在范闲和大皇子的强势之下，南庆朝廷根本管不到此处。一旦有机会动兵真正征服，想来庆国朝廷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若到了那时，东夷城自然是灭了，大皇子也只有死路一条。从陈萍萍死后那一刻开始，大皇子便已经做好了这种思想准备。然而如今知晓范闲在京都准备做的那件事情，大皇子的心头依然抑不住的有些黯然。不论范闲是胜是败，他的心情都会黯然，因为那个人是他的父亲，他的母亲还在庆国的皇宫里，他的妻妾也还在京都。大皇子缓缓抬起头来，看着京都的方向，一时间唏嘘了起来，微微眯眼，长久沉默，一言不发。天下大战已起，修罗场已然铺成，骸骨埋于道，血肉溅于野，乌鸦怪鸣于天际风雪之中，不尽的肃杀凶险笼罩了整个天下，
就像是挥之不去的阴影，遮盖了所有万千百姓头顶的天空。便在这样紧张到了极点的时局中，有很多人的目光，包括沙场之上那些猛将、至高的皇帝、孤守的逆子，其实都在注视着京都。因为他们知道，真正的胜败，天下的走势依然还是在南庆京都之中，在那一对对人对己都格外残忍无情的父子之间。正如庆国皇帝陛下曾经对叶丸说过的那样，他与范闲之间的生死存活才是真正的局点。只是这个局不是人力所能设，而是这数十年间的造化因果最后凝结而成的局面。在这个凝结的过程之中，皇帝陛下自己、那个死去的女人、秋雨中的陈萍萍，以至于范闲自己，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以至于这个局到了最后已然无解，成了个死局。只有剑才能展开绳结，只有生死才能解脱。被无数双目光注视的京都城内，百姓却感受不到太多前线血腥的味道，甚至连此时进宫所发生的惊天大事也不知情。他们情绪平稳地过着一如往常的日子，除了天河道岔道口的那些百姓正在不停地哭泣。学士府中的胡大学士听不到这些哭泣的声音，但他在第一时间内知道了皇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是大朝会的日子，他依然拥有足够的眼线和层级，所以他顿时呆住了。1年前，贺派的官员全数被范闲和监察院杀了。这1年中，胡大学士统领着门下中书以及3、4、3院6部，将庆国朝廷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便是陛下重伤不能逝世的时候，这位大学士依然平静恬淡，东山倒于前而面不改色，十分有效地维持着庆国的平安。然而今天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胡大学士所有的镇定平静顿时瓦解。他今天没有擦护脸霜，所以脸上的皱纹显得格外的深，怔怔地站在学士府的园子里，显得格外苍老，祈求着上苍不要给大庆带来任何的不幸。京都另一处贫寒房内，某处简陋民宅之中，已经出狱很久的前任京都府尹孙敬修，正在他的女儿孙家小姐的搀扶下，一面咳嗽一面喝着药。在狱中被折腾得险些身死，若不是范府里几位夫人暗中打理，只怕这位性情严正的京都府尹早已死了。然而如今的孙家早已败落，除了一家3代之外，仆役尽去，姨太太也已经逃走了，过的日子着实有些不堪。孙平儿温声宽慰着父亲，心里却想着改日只怕要去范府里谢谢郡主娘娘赐的药，只是却没有什么衣裳可穿了。又想到小范大人现在究竟是死是活呢？一时间不由得有些吃了。此时的范府中，林婉儿却是表情凝重地坐在花厅之中，思思坐在她的身后，一人分别抱着一个孩子。她对面前的滕大家媳妇儿说道：逃是没必要的，只是府里的下人能散就赶紧散了。滕大家媳妇儿隐约猜到了什么，哪里肯走啊？林婉儿也不会勉强，因为范族里的这些族人家人，便是想走，只怕也无法走干净。她只是怔怔地看着怀里的范良。昨夜范若若被急召入宫，最近又没有陛下身体不适的消息，林婉儿便马上猜到了一些什么。尤其是从昨天夜里便开始弥漫在京都里的诡异气氛，更是让她坚定了自己的信心。你还活着，为什么不先回家看看？就算舅舅要杀你，你要杀舅舅，可是难道这之前你就不肯让我见你最后一面？一念及此，悲从中来，几滴眼泪从他的眼眶里垂下，滴在了范良满是不解的稚嫩脸蛋上。